瞧，我是杰斯。在漫长的历史中，有一些使生物界产生重大改变的研究出现。暴龙超科是一个古老的恐龙家族，最早可追溯至116前150万年前侏罗纪晚期的牛津界，其中也包括王中之王君王暴龙 Tyrannosaurus Rex。这次要来介绍的就是大盗龙与暴龙超科的成员及争议。如果有什么错误，请在下面指正。那么，开始咯。这部影片主要是以暴龙超科为主，大盗龙只会简单介绍一下。首先，大盗龙 Megaraptor 模式种为兽爪大盗龙，身长约8至9公尺，重约1吨。在1996年发现了第一具标本，2年后由费南多·艾米利奥·诺瓦斯正式发表。由于第一具标本只有一根约30公分的直爪与零碎的碎片，因此将它分类为齿龙科。但第二具标本 MUCPV-341显示其爪子是长在前肢而非后肢。之后，人们一直在讨论其为哪一科，直到一具青年个体的头骨显示其与基础暴龙超科的成员十分相似，于是将大盗龙定为暴龙超科的大盗龙类。接着，我要先介绍一些常见的早期暴龙超科成员：圆角鼻龙，模式种为布氏圆角鼻龙，最初在1910年的英国被发现。因为被发现时头部的鼻骨缺损，所以最早被分为斑龙属，并被认为是角鼻龙的祖先。在2010年，奥利弗·劳勒与团队发表了他们对圆角鼻龙的研究。奥利弗·劳勒的团队的电脑断层扫描其头骨后，依据脑壳和牙齿，将它分类为暴龙超科的圆角鼻龙科。五彩冠龙作为最早的暴龙超科成员之一，其看起来就像同地层的单冠龙，但在2010年，史蒂芬·布鲁萨特与团队对五彩冠龙的头冠及单脊龙头骨形态进行比对，发觉其头骨形态应属于暴龙超科。接着是史暴龙，相较于冠龙，其从化石就能看出与大家熟悉的暴龙很像，比方牙齿边缘有锯齿，但其结构还是属于比较原始的结构，比如比翼较长的前肢及3只手指。最后是地龙，模式种为奇异地龙。作为首个被发现拥有羽毛的暴龙超科成员，它是我介绍的4种早期暴龙超科成员中唯一只有2根手指，但是它们都是身长不到5公尺的小恐龙。从这群的恐龙可以看出，早期大多的暴龙超科成员并不像是后期成员一样巨大，都只有2根手指。不过它们都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第二指骨是最长的指骨。在这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当一个问题很明显有正确答案时，你还会坚持原本那不太可能的答案吗？矮暴龙，学名为蓝丝矮暴龙，是一种充满争议的物种。在1988年，最初标本由罗伯特·巴克在博物馆内发现。在这说一下，
罗伯特·巴克曾是侏罗纪公园的科学顾问。目前学界主要分为两派，一派支持蓝丝矮暴龙是独立于君王暴龙的新物种，另外一派主要认为蓝丝矮暴龙是君王暴龙的青年个体。个人支持第一派的论点。独立的观点与证据。一、生长模式。在2020年，霍利·伍德沃德对名为 Jane 和 Paddy 的矮暴龙标本进行切骨研究，将证明蓝丝矮暴龙是君王暴龙的青年个体，但在与暴龙标本 USNM PAL555000 Hemora 1125 Hemora 1128 Hemora 1198的比较下，发现年轮能对上的 Hemora 1128与 Jane 的宽度有差别。Hemora 1128的宽度越来越宽， Jane 则越来越窄。而且如果其为暴龙的青年个体，那暴龙会在13到15岁时快速生长5000规矩，远远是13岁前的5倍。2. 手臂长度。2006年，绰号血腥玛丽的化石出土，根据化石特征，其前肢与苏的前肢几乎一样大，但体型却只有苏的1/3。青年派则解释，这是因为暴龙在成长过程中，一些部位会先发育完全。3. 齿位数量。矮暴龙上颚每侧有15个齿位，下颚每侧有16个齿位，而暴龙上颚每侧只有12个齿位，下颚每侧则只有14个齿位。4. 头骨形状。相较于暴龙，矮暴龙的头骨更长，暴龙则更短且厚。在今年1月3日，尼克·当利奇发表了一篇支持矮暴龙独立的论文，但即使在各种证据支持下，多数学者仍相信矮暴龙是青年个体。其中最知名的一位学者就是杰克·霍纳，他曾在1979年命名叙述了皮氏慈母龙，也提出了龙王龙是幼年或童龙假说。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可能，毕竟我们不能回到过去，我们只能透过化石稍微推测过去的光景。这只是一半而已，之后还会有更多内容。下集要来介绍生物是亚波达龙与暴龙超科的成员，敬请期待。在这边宣传一下，我自己有写一本小说，叫做《阿普蒂奇》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如果喜欢这期的影片的话，请在下方留言、点赞、加分享。如果还没订阅，可以订阅一下。我只是一只孤独前行的公众，我是 Jess，我们下次见。